姓名？岳东。年龄？22。性别？知道为什么把你叫来这儿吗？不知道。治安官，你们可就把我整迷糊了。我正在店里刷题，准备下个月的公考，你们这哗啦一下把我给带这儿来了，我也没犯啥事儿啊。你这可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。我现在是给你机会交代，你到底是用什么手段将工作人员吓得大小便失去、晕厥过去的？刚医院那边刚打来了电话，营业厅的工作人员晕厥过去后，到现在还没醒过来。如果他醒不来的话，你这可能会涉嫌伤害，你最好跟我们坦白。治安官同志，如果你说的是这事儿，那我还真是冤枉。这是他们联动的工作人员强烈要求我做的，怎么能怪我头上呢？工作人员要求你做的，他要求你做什么了？我去联动营业厅办理消耗，但那叫万强的工作人员要求我将逝者本人请上来，没办法，我只好按照他的要求去做。你好，我来办手机号和消耗。消耗必须本人亲自来，老人家已经去世1个多月了，死亡证明和火化证明都在这儿。公司规定，为了保障客户账号安全，消耗必须本人来办理。你确定要本人来？你干什么？这里是营业厅，不是你家。不是你说要本人来吗？你别装神弄鬼！是你非要本人来的？闹呢？请逝者本人上来办理消耗？我就是按照工作人员的要求将逝者本人请上来了。严肃点，这里是治安局，不是你嬉皮笑脸的地方。我说了，我只是按工作人员的要求将逝者本人请上来办理消耗而已。他自己胆小晕了过去，怪我喽？你当我们是傻子吗？这可是你自己说的。老杨，大老远就能听见你声音，注意一下你工作时的情绪。李所，这小子太难缠了，不但态度恶劣，还试图用封建迷信来当借口来逃脱责任。还有这事儿？可不是嘛！这小子说，联动那工作人员自己要求他将逝者本人请上来办理消耗，他只是按照工作人员的要求办事而已。工作人员自己胆子小，吓晕过去了。你说这小子是不是将我们的智商踩在地上摩擦？这理由你就是让小学生来也不会相信吧？对啊，都3012年了，竟然还有人找这么可笑的理由。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听说有人能把亡魂召上来的。李所，你看怎么处理这事儿？小伙子，这就是个民事纠纷而已，你好好跟我们把事情讲一讲，回头我帮你跟万强家人调解调解，你赔点医药费，这事儿也就过了。我说的就是事实，你们爱信不信。至于所谓的赔偿，不可能，我只是按他要求办事而已。让他们家按程序走吧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，就算是上审判庭，我也奉陪。小伙子，不是我们不信，是你说的事情太玄乎了。如果你说的是真的，那你就现场给我们演示一番，让我们亲眼见上一见。你先去稳住他的情绪，我一会儿就过来。林所，是那家人又来闹了。刚刚李飞说，那王大梅今天来一口咬定他父亲被人害了，说他做梦梦到他父亲王福生浑身乌黑，舌头都吐出来老长，在梦中跟他说自己死的冤枉。这女人还真是不可理喻。我们治安所也一直在走访查探，也给兄弟单位发了协助权的函了，找人是要时间的。家属着急也能理解，还是我们工作没做到位。最近这是怎么了？到处都是神神叨叨的人。没见过不代表没有，你没见过的东西多了去了，这能代表什么？代表你没见过的东西就不存在。小伙子，说说你对这事儿的看法。父女血脉相连，他既然梦到自己的父亲喊冤，那他父亲10有8九是遇害了。林所，小伙子，这不巧了吗？你说你把亡魂召上来，那你能不能在这儿把王福生的亡魂召来？这样一来，既能证明你说的是真的，也能让我们开开眼界。在这里肯定不行。你说在这里不行？治安所请不来亡魂。什么？治安所有白虎庇佑，一般孤魂野鬼进不来。你这借口也太蹩脚了吧！本年度最大笑话，他是不是想出名想疯了？好了，差不多得了，那你觉得哪里合适？走啊！去哪儿？去外面啊！不是你说要展示吗？我可以，那就走。可我为什么要帮你们找？你找到王福生就能证明你清白。我本来就清白，不需要证明。找了，王福生家里悬赏2万。2万？对，2万。那还等什么？助人为乐是年轻人间的美德。是他把我老公害进医院的。赔偿！我们家不是好欺负的。我老公现在还躺在医院，你打算怎么赔？这里是治安所，别动手。我不少。你今天必须给个说法。他不是在医院吗？这唱的有错啊！万强，你干什么？饶命！我再也不敢了。这不是个男人，他把你害进医院，你还给他跪下？
啊！闭嘴！你差点害死我！对不起，是我狗眼看人低，求你原谅我。没事了，以后别随便救难别人，不是不报，是时候未到。我不信，这里面一定有手段。王福生的生辰，身份证拿来，你真打算在这儿找人？不是找人，那是什么？请路。就一张纸。祖传首页，看清楚。嚯，遮的还挺像。天惶惶，地惶惶，人走人散在何方？尊请城隍土地日夜游神，搜寻王福生七魄，急急如律令。没了，一握就烧了。正常黄纸有这个燃烧速度？就这，小伙子可这玩魔术呢？我还以为真能请来什么亡魂。天上有东西吗？除了云，啥也没有啊。岳东，你这是干嘛？跟着我走。又来，看清楚，都别吵。他站起来了！这不是魔术吧？纸怎么可能自己站？开车。老杨，去开车。你确定不是在带我们兜圈？开。老杨，照他说的走。林所，这也太不科学了。先走。停！带我们来这鬼地方干什么？你们要找的就在这儿。一个走丢老头能跑这儿来？老杨，走。往那边找。这简直就是胡闹！仔细点。这里要是能有人，我……林所，快来！别动现场！发现尸体，通知区里重案组。没想到你真给我露了一手。停，别过来！怎么，味儿太冲！英雄少年啊！林所，你一直夸我，不会是不想给悬赏吧？失踪案升级命案，人找到了，这里没我事了吧？没你事了，我让人送你回去。悬赏别忘了。王福生为什么会死在这里？怎么样？你爹我这手艺是不是又长进了？不错不错，5星级酒店大厨也就这样了。嚯，不愧是我儿子，随我。爸，你要不先别随，你妈去你外婆家了。对了，你不是准备考公吗？复习咋样？都记得差不多了，放心。好，我儿子就是有出息。2天后，王福生案升级，2万块，效率还挺高。今天多做2套。同一时间，朝阳治安所的人已经2天没睡。相对说案子。6月18号，王福生早上8点半从朱桥村出发，去了小河村。3轮车停在河堤，人消失了，尸体却在北斗区和大河镇交界的荒山发现，距离小河村30公里。一东一西，完全相反。第一案发现场在哪儿？他怎么过去的？现在全是谜。林所，会不会是岳东？他能找到尸体，会不会不是他？林所，我不是说一定是他，我是说这事儿太巧了。我查过，岳东，震旦大学大4学生，案发当天他在家复习考公，没有作案时间。行政处罚，行政强制。他还不知道，麻烦已经找上门。小河村我们搜遍了，路口监控、村里摄像头都没拍到他离开，活人进去，监控没拍到出来，第一现场也找不到。市局给了1个星期，现在已经过去2天，也就是说我们只剩5天。老林，听说你们找到尸体是靠一个年轻人。老林，这案子很棘手，我很久没碰到这种死局了。我们都清楚，破局点只有一个。第一案发现场，找到他，线索就能连起来。问题是去哪儿找？能想到的地方我们全查了。要不让那个年轻人来试试？就是帮你找到尸体那个。对，岳东，真有那么玄乎？我骗谁也不能骗你。再说，省局不是有个特殊部门吗？有是有，太神秘。行，死马当活马医，我现在就联系他。还有1个月，差不多稳了。你好，这里是泰山白事店，请问有什么需要？小岳啊，我是林振国。林所，什么事儿？
王福生的案子遇到点麻烦，想请你过来帮个忙。不去。你不听听奖励就拒绝？奖励500块加小锦旗，提供重大线索5万，能破案10万。什么钱不钱的？我身为3好4有青年，当然有责任为社会做点事儿。所以等着，半小时后见。林所，岳东来了。林所，你们这是查案还是玩烟雾弹？你小子没大没小。老乡，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岳东。岳东，这是北斗区重案组队长向战。你好，向战。岳东，王福生被杀案现在由我负责。那就说案子吧。太年轻了，他真能找到？王福生从小河村消失，村里搜遍了，第一现场没有。现在最麻烦的就是找不到第一案发现场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找到第一现场，案子就能往下走。对，你有没有办法？王福生死了几天？法医判断，死亡时间在6月15号左右，今天20号，6天。怎么了？刚到头七。这5万块稳了。你真有办法？横死之人魂不散，人有天地人3魂，天魂入轮回，地魂归地府，人魂会在枉死地徘徊。什么意思？所以找到人魂就找到第一现场。走吧，我带你们去第一现场。发什么愣？走啊！他来这儿还不到半小时，所以才叫他来。别磨蹭，晚了人魂散了，可别怪我。这次还用纸鹤？上次追七魄，这次追人魂，演一点，他就会找死人。向队，你要的东西。辛苦。这是队里新来的，协助专案组的专家。这么年轻的专家，这样真能行？现在没别的路，先看他。别眨眼。来了。别打断，他脸色不对。上车。去哪儿？他指哪儿，我们去哪儿。左还是右？右。你确定？别停。就是这里。岳小子，你看清楚，这里是王福生家。你会不会搞错了？这次不灵了？我说是这里，就是这里。可这里早查过了。那是你们没查到。别过河拆墙，不给奖金。你小子这时候还惦记钱？林所、向队，你们来了，是不是抓到凶手了？还没有，再了解点情况。该问的不都问过了吗？女儿王小兰，儿子王富贵。你爸最近有没有得罪什么人？没有，我爸老实人。再想想。都说过了，真没有。你怀疑他？他身上不干净，现有线索，他没嫌疑。线索会漏，人不会。老林，通知专案组全员会议室，这案子一定有我们漏掉的地方。行，我马上通知。岳小子，你也参加。我想听听你的意见，他也许能看出不一样的东西。亏本的事儿我不干。向队，林所，怎么样？找到第一案发现场吗？会议室说。介绍一下，岳东，我请来的案情顾问。废话不多说，开会。王福生80岁了，被人活活掐死后抛尸，这案子影响极赫，破不了，老百姓怎么看我们？陈嘉玲，技术科有没有新发现？死者身上没有提取到有效线索，目前能确定死因是机械性窒息。说直白点儿，被人掐死。老杨，监控呢？还在主侦查，目前没有新线索。岳东，你怎么看？我能怎么看？我说了，你们又不信。不是不信，是证据不支持你。这是案发当天早上，王福生从家出发，一路往东到小河村，3轮车最后停在河堤上，人消失了。我们查了2个村所有监控，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又回了朱桥村家里，所以你说第一现场在他家不成立。这都看不到脸，你们怎么确定他就是王福生？老杨，这段是谁确认的？我负责的。
确定谋杀后，我联系了王福生的子女来辨认，他们都说视频里的人就是他们父亲，而且我还让技术人员做了比对，身形、走路姿态相似度高达98%。老杨做的不错，确实信。岳东，你还有什么疑问？有，我想看王福生生前的照片。这就是王福生近期照片。原来如此。你发现什么了？我说了，我找到的地方没错，第一案发现场就是被害人的家。哪里疏忽了？你们所有工作都围绕一个命题，骑3轮车的人就是王福生。可如果去小河村的人根本不是王福生呢？不可能，被害人的儿子女儿都指认过，技术科也分析过，错不了。技术鉴定只能做参考。我们假设一下，如果凶手就是被害人的儿子或者女儿呢？又或者他们为了掩饰什么一起串供呢？可他们看着都挺本分，子赎父这种事能做出来吗？正常人当然做不出来，但如果涉及一大笔财产分割呢？财产，王福生没什么存款，现在没有，不代表未来没有。你们忘了，他家院墙外写着一个大大的拆字。查王富贵。岳小子，方向有了，接下来怎么做？在座都是专家，还用我说？少耍滑头，说。第一，摸查案发当天被害人子女行踪，重点是王富贵。第二，查当天上午9点到11点经过小桥村的公交车和出租车。第三，重新搜王福生家。嫌疑人乔装王福生时穿着蓝色雨衣，戴着头盔，可河堤3轮车现场没有雨衣，也没有头盔，这些东西极可能被他带回了家。好，岳小子，之前是我小瞧你了，我给你道歉。1队调监控查王富贵，2队去小桥村走访，3队直奔王福生家盯人，必要时抓捕。看过精彩的视频，用新手机看更爽。旧手机回收应该去，这次不是转转，是 Tap Tap。新手机当然该玩游戏啦。Tap Tap 游戏品类超全，小到消消乐，大到开放世界，甚至独立游戏、2次元，通通都能找到。搜一下直接下。总之，我推荐找游戏就用 Tap Tap。你怎么想到的？不是我聪明，是凶手太想让我们相信那个人就是王福生。如果证据真在家里，王富贵跑不了。抽烟不？林所，我这算提供关键线索，还是帮忙破案？如果凶手真是你推断的那样，10万块奖金少不了你。这还差不多。岳小子，有没有兴趣来治安局？我先给你弄个临时岗位，回头再给你想办法弄编制。老林同志，我怀疑你想赖掉我10万奖金。我是跟你说真的。我也是说真的。我堂堂名牌大学毕业生，你让我去临时岗位？再说了，空考对我来说真没什么难度。你报哪儿了？去办公室科员。那不行，你这一身本事去文职岗位浪费了。怎么，我就不能在文职岗位为人民服务？不行，得跟老乡合计合计，这小子必须挖过来。林叔，我先回家吃饭，案子有结果再喊我。臭小子，你这一上午去哪儿了？你未来老婆去店里没找到你，都找到我厂里了。我亲爱的老爹，婉儿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，什么未来老婆？不是什么未来老婆。儿子别怕，你妈现在不拦你谈恋爱。我看婉儿就不错，回头我找你苏叔叔谈谈你们婚事。岳天南同志，你这是亲爹能干出来的事儿。老苏，你找我？别追问，我给你机会重新想想该叫我啥。婉儿，您说。昨天陈红联系我说月底想大家一起聚聚。陈红，高中给你写情书那个。老苏可以啊，桃花运来了。你信不信我一会儿就去你家？来一根。岳天南同志，母后大人不在家，你膨胀了啊！兔崽子，说人话！你藏在鞋柜夹层的私房钱，还想不想要了？东子，我可是你亲爹，那得看你诚意了。北斗区办公室科员，你有没有信心？我听说报考的人特别多，你有没有信心？岳天南同志，请相信你儿子，区区公考，手到擒来。有你这句话就行，回头我去找人给你活动活动。老板，拿2捆纸钱。好，老规矩，价钱公道。再拿一把香，放这儿了，慢走。老林同志，难不成又有案子？先说好，赎归赎，钱可不能少。你小子咋就盯着钱呢？能不能有点崇高理想？我的理想就是赚足够的钱，再拯救这个世上迷茫的美女，够崇高不？案子破了，杀人凶手是王福生老人的儿子王富贵，跟你推测的一样，他不满父亲要把300万拆迁款平均分给姐妹3人，争执之下失手掐死父亲，抛尸伪装现场。知道了。你一点都不奇怪，瞧我忙糊涂了。
案子本来就是你推出来的，你的奖励已经申报上去了，10万块，回头直接打你卡里。这就对了，老林同志，你应该直接告诉我这个消息，下次有这种好事儿，别忘了打电话给我。岳小子，有没有兴趣来我们部门？什么意思？我跟相队商量了，先雇请你做重案组特别顾问。怎么个特别法？破不了的案子，你可以参与侦破。成交。奖金不会少。来了。这不是气血，是功德。以前一天只能用1次，现在至少2次。案子破了，赏金也拿了，明天好好休息。爸，我先回房，又练你爷爷教的那套，今晚不一样。谢谢。王福生，你是来谢我替你伸冤的，功德能修行，那破案就是我的路。王福生案结了。相队，3天不到破杀人悬案，露脸啊！重案组之虎，名不虚传。局长今晚估计笑得茶都多喝2杯。这功劳不该算在我头上。进来，案子破得干净利落，干得不错。宁局，这案子能这么快破，离不开一个年轻人。岳东，罗先给我打过电话，认识他20多年，第一次听他这么夸一个年轻人。他不只是会特殊手段，他脑子快，眼睛毒，破局点抓得准。宁局，我想给他挣个编制，哪怕先挂顾问，也得把人留在重案组。老乡，你听说过省局那个特殊部门吧？听过一点，传得神神秘秘。巧了，今天市局刚下文件，引进特殊人才，入职就是科级，进来就是科级。看过精彩的视频，用新手机看更爽。旧手机回收应该去，这次不是转转，是 Tap Tap。新手机当然该玩游戏啦。Tap Tap 游戏品类超全，小到消消乐，大到开放世界，甚至独立游戏、2次元，通通都能找到。搜一下，直接下。总之，我推荐找游戏就用 Tap Tap。全市只有1个指标，刚分到各分局。宁局，这指标要是错过，岳东可能就不是我们北斗的人了。宁局，我推荐岳东，推荐去省局不是随便点名，我亲眼见过，这小子真能办事。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老林也没必要拿这种事开玩笑。我不信谁，我只信我自己看到的。那您什么意思？让他来分局，我亲自见见。岳东还没到场，考核的第1道门已经先关上了。老乡，宁老大那边怎么说？你急什么？这次人家要亲自见。那小子值不值？值。林振国已经开始盘算，怎么把岳东这块香饽饽先抓到手。臭小子，你电话一直在响，还不快去接？谁啊这么早？一大早连打5、6个电话，林振国明显是有急事。你小子睡得够死的，太阳都晒屁股了。怎么，林大所长又出案子要我出手？呸！一大早你就不能盼我闲着点儿？没案子那我挂了，吃早饭去。你小子！特别顾问协助破案有奖金拿，我就同意。奖金一出，岳东点头，林振国却被挂得一肚子火。老杨米粉店，今天必须大份，羊肉、羊杂、鸡蛋全加上。我家不差钱，2栋楼收租，但我妈管钱，我和我爸兜里比脸还干净。唉，岳东，你还活着呢？老苏，好久不见。你这什么表情？老娘这么漂亮一小姐姐，你见了就这反应？光天化日，老苏你注意点形象。咋了？我搂我男人犯法吗？说好的做一辈子哥们儿呢？你不讲武德，竟然对我起非分之心。你想屁吃！就你这样，老娘才没兴趣。岳小子，巧了，我刚要找你。那啥，我去图书馆，回头我再找你。看来我打搅你好事了，要不要我帮你把妹子叫回来？别，老林同志，你今天救我一命，冲这个我请你吃羊肉粉。粉可以吃，但我今天找你真有大事。你小子可以啊！刚才那姑娘相貌身材都上佳，你这是捡大便宜了。打住！你还想吃羊肉粉就别提她。别人眼里她是女神，在我这儿她是天敌。不好意思啊，岳东是我男人。不是，老苏，你听我解释。你想解释什么？我大学4年没谈上恋爱，他功不可没，类似操作他能干1天1夜，巴适。老林同志，吃饱喝足，说正事儿。你一大早给我打电话，到底什么事？找你肯定是好事儿，你这话我听着就不像好事，这次真是天大的好事。省局
局特招？省局那边有个特招名额，只要你通过我们分局局长的考验，就有机会进治安部门。进去干什么？成为中这个待遇工作人员。进去就是正确科级待遇，不是实职，但这待遇多少人熬一辈子都熬不上去。也就是说，我只要过了你们局长的考验，就能混进治安部门。话糙理不错，重点不是待遇，重点是功德值。我跟老向在系统里摸爬滚打这么多年，也就这样。你小子要是真成了，可得请我和老向吃顿好的。那必须的。走，现在就去瞅瞅，到底是什么考验。几级了？高千级待遇摆在面前，不积极那叫不懂事儿。记好了，到了分局，千万别像在我面前一样咋咋呼呼。放心，我这人看人下菜碟。你这臭小子，进去后少说两句，领导问什么你答什么。明白。尤其别太直。那我尽量。李局好，来了。李局、宁局，这就是协助我们破获6.15命案的岳东。岳东，这是市局李定方李局长，这是北岛区分局宁勇局长。两位领导好。年纪轻轻，这2天我可没少听说你。李局过奖了，我就是个普通大4学生，上不得台面。普通？老林跟我说的可不是这个版本。特招的事，老林应该跟你说了。你什么想法？我感兴趣，说为人民服务，太空。我坦白点说，我想追求进步，也有信心匹配这个岗位。小子敢说真话，挺好。李局，那特招指标？原则上同意，但岳东得先通过你们分局出的考题。王坚刚给我打电话，你们北斗区分局又上热搜了。李局，我们会尽快处理，这不是普通舆情，省厅督察组很可能已经在路上。这么严重？宁局长，现成的考题送上门了，让老林带岳东去处理。2天之内，快一点，大家都少挨板子。什么2天？2天内把热搜压下去，把案子查明白。2天破案，你还不如让我去跳崖。你跳了，岳东也得查。资料我看看。李局说了，这是你的考题，办漂亮特招有戏，办砸了大家一起难看。死者女，刚大学毕业，翠鸟医疗集团员工。死亡时间6月16号清晨，疑似从高新城区无名小山跳崖。发现时间6月18号，隔了2天。离城天气热，发现时已经开始腐败。出科结论呢？符合自杀特征。刚毕业就自杀，警方是不是草率了？她闺蜜说她前一晚还在买化妆品。谁质疑的？死者闺蜜，国内知名互联网公司的内容编辑，她把事儿捅上网了。她的理由，死者前一天晚上还跟她聊了半夜化妆品，然后呢，还下单买了一整套。一个准备第2天自杀的人，半夜下单买化妆品，这就是热搜报的点。订单查了吗？还没来得及细查。聊天记录，闺蜜发了一部分截图，原始记录要拿到，物流信息也要。死者公司宿舍手机支付全查。你小子进入状态挺快啊！2天，没时间慢。还有个坏消息，说那座无名小山周围没有监控。林所，兄弟单位已经出死亡原因了，现在重查不就是推翻他们？市局局长亲自点将，我能说不吗？老林同志，别一副上刑场的样子。你说的轻松，有我在，妥妥的。 2天内，这个案子不只是难，还有人情，是共性力。查不出来，北斗分局丢脸；查出来，兄弟丢脸。那就查真相。脸这东西没真相重要。美女，我脸上有花吗？没有。岳小子，你这脸皮是真厚。我替向队说过你，说你能看别人看不见的东西。信则有，不信则无。机会让我见识知识。回头你俩慢慢聊，家业我们看尸体。走吧，明珠在里面等我们。岳小子，干我们这行，尸体都不敢面对，以后怎么破案？道理我懂，但道理不负责反胃，习惯就好。你这句话比尸体还吓人。死者明珠被发现时已经开始腐败，尸体上没有线索，目前没有明显搏斗痕迹，没有可用残留物。不是所有案子都会把答案留在尸体上。等一下，这尸体不对。林所，死者明珠不是自杀，你说真的？理由呢？在尸体上看见一股怨念，可靠吗？老林同志，我什么时候拿这种事开过玩笑？可案发小山附近没摄像头，尸体也没留下有用气球，不代表现场没有。你有办法？开车去那座小山。技术口现在只剩明珠这个案子，我去现场。时间紧迫，出发。看过精彩的视频，用新手机看更爽。旧手机回收应该去，这次不是转转，是 Tap Tap。新手机当然该玩游戏啦。Tap Tap 游戏品类超全，小到消消乐，大到开放世界，甚至独立游戏、2次元，通通都能找到。搜一下直接下。总之，我推荐找游戏就用 Tap Tap。哥们儿，带女朋友爬山，查案，那更别上去了。山上刚死了个女人，跳崖自杀。你怎么知道？这地方谁不知道？鸳鸯山来的人多，出事也快传开。鸳鸯山，我在北斗区20年，没听过这名字。因为这山上野鸳鸯多。你女朋友这么漂亮，别爬山了，换个地方刺激。说完了。这里。
东门治安所勘过，坠落点伤势都像自杀，尸检也更接近高坠自杀。像不等于就是。一个刚毕业的女孩，有工作有未来，她为什么要选这种地方死？你看见什么了？办案讲证据，所以上去找证据。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世道不古，荷尔蒙作怪，解决也简单。停！岳小子，发现什么了？你要在案发现场做法。有笔吗？没有。我也没有。林所，帮个忙。你小子这眼神不像好事。想破案就过来。你为什么不扎自己？痛啊！这不可能！别说话。明珠，你不是自己跳下去的，对吗？怎么样？刚才的火没有燃源。有收获。说重点。明珠不是自杀。你确定？基本可以肯定。回去重新开案。回去再说。你刚才看到了什么？看到了他最后站的位置。然后呢？他不是冲出去的。你是说有人逼他到崖边？至少他的死不是他一个人完成的。你下次破案能不能先通知我一声再扎？通知了你就不伸手了？废话。这块石面被人刻意擦过。如果是自杀，他会从这里直接跳。但如果被人推，重心、落点、挣扎痕迹都会不同。东门那边没发现挣扎痕迹，因为最关键的地方不在崖下，在崖上。看见了。照片回去放大。你开始信了？我只信证据。那就找证据。回所里重查明珠案。先调这段时间上山人员，尤其是案发前后。还有这座山为什么叫鸳鸯山？你怀疑那些人？不是怀疑谁，是明珠死前可能见过不该见的人。怎么了？这瓶子不像刚丢的，带回去。他不是跳下去的，是被人送下去的。巧了，岳东，老林，嘉莹也在啊。你向大队长不在重案组待着，跑分局干什么？你猜？没心情猜，跟我去案检研讨室。这话听着怎么像我犯事儿了？案子有眉目了？屁话，也不看看谁出马。老林，咱俩这么多年，你这话你自己信吗？我破案不一定比你强，但我识人准，有他在。案子数据我看过，坠落高度、伤情、现场痕迹都符合自杀特征，但是岳东不同意。他不是自杀，他是被人害死的。证据呢？我在现场感受到他留下的东西，残念，怨气很重，不是求死的人会留下的东西。具体信息：恋人、怀孕，3个关键词。不可能，你这是在怀疑我们技术科？尸检报告是我复核过的，明珠没有怀孕。我没说她一定怀上了。我的专业结论不是你一句感受到就能推翻的。那你写怀孕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他残念里最强的一关。残念不会上法庭。嘉莹说的没错，办案要证据链。也许她以为自己怀孕了，大姨妈推迟，误会怀孕，这种事儿不稀奇。我明白了，说，他不是去自杀，他是去见一个人。一个真想死的人，为什么一定要去鸳鸯山？1. 地点有特殊意义。2. 被人约过去。之前我不能确定是哪一种，但刚才相对的话把线串上了。如果明珠以为自己怀孕了，她最可能找谁？看过精彩的视频，用新手机看更爽。旧手机回收应该去。这次不是转转，是 Tap Tap。新手机当然该玩游戏啦。Tap Tap 游戏品类超全，小到消消乐，大到开放世界，甚至独立游戏、2次元，通通都能找到。搜一下直接下。总之，我推荐找游戏就用 Tap Tap。恋人，对，他带着这件事去见恋人，地点是鸳鸯山。鸳鸯山情侣常去的地方，所以那不是死亡地点，是约会地点。你是说凶手是他恋人？现在还不能这么说。你刚才不是说他是被人约过去的？推测不等于证据。老林同志，你刚才也说了，办案要证据链。那你现在有证据？什么方向？有方向。东江治安所有一个明显错误。你小子，话别说太满。你们只看坠崖数据，高度、角度、伤情都能证明他从崖上掉下去，但证明不了他是自己跳下去的。现场勘验有，尸检数据有，坠崖轨迹分析有，家属询问有。什么东西？这案子有个明显错误。说，别卖关子。秦大忙人来的正好。老林，你别笑我，明珠案的数据是重案组给的，我们所只是发布，现在电话都打爆了，这锅我们东门所不能一个人背。老秦，
现在不是分锅，是找证据。这位是岳东，临时顾问，很快会是我们的战友。他真有那么邪乎？那叫本事，不叫邪乎。行，我粗人，说错话。岳顾问，继续。你刚说卷宗错在哪儿？卷宗里少了一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现代人离不开的东西。手机可以，都会强答了。说重点。手机就是明珠案的破局点。说你的推断。明珠不是随便去鸳鸯山的，为什么？鸳鸯山不是菜市场，去那里的人大多是情侣或者找刺激的年轻人，所以他是被人约去的。对，约他的人关系很近，而且这个恋人不能见光。不能见光？我认为明珠的恋人是有妇之夫。证据呢？现在没有铁证，所以叫推断。继续。怀孕这个乌龙是引爆点。他以为自己怀孕。对，他告诉对方，对方第一反应不会是负责，是让他打掉。如果明珠不肯，他就有了杀心。如果手机找不到，这条线就断了。真有你的，岳东，你不来治安部门是我们的损失。岳小子，特殊人才指标稳了。别夸太早，方向对不对要靠证据说话。所有人马上动起来。技术科查明珠手机最后轨迹。我来安排。便衣去翠鸟医疗公司查明珠人际关系。我去调监控，他进公司后的所有画面，1秒都不漏。重点看他失联前联系过谁。明白。先放过你们食堂。我们师傅听了得高兴。红烧肉确实能破防。我先回去休息。姓岳的，你最近很不对劲啊。哪里不对劲？每天不见人影，说是不是被哪路妖精勾走了？如果我没记错，我们上午才见过。是吗？你说呢？那就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，半天没见，约等于一个半秋，感动不？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没事儿，就是想打个电话。挂了。岳东，你还在分局吗？有重大发现。陈法医，是我，来我办公室一趟。我在门口，马上到。陆伯，不问一下？问什么？这小伙子我见几次了，不是相对带来，就是邻所带来。这么厉害？上面看中的人，别没事找事儿。明珠的手机可能不是丢了。这味儿，技术科改食堂了。你来了，等我2分钟。不急，你先战斗。味道有点冲。还行，开胃。散会后，我让同事去了联动公司，死者明珠最后的手机轨迹出来了。说，6月16号早上7点，他的手机定位出现在鸳鸯山，停留20分钟，之后手机回到翠鸟医疗公司，再之后信号消失。鸳鸯山20分钟，和你之前推断的方向基本吻合。岳东，你大学到底学什么的？管理科学与工程。不是刑侦？不像，不像，太不像了。正常操作，56。你还真不客气。客气就假了。厉害。这句可以多说。困了？刚吃完饭，生物钟比较诚实。你就在这儿休息会儿，林所他们那边应该快有结果了。你不休息？我去隔壁。不用，我靠着也能睡。拿着吧。岳东，来玩游戏啊？岳东跑什么？你这造型，谁不跑？来玩个游戏。能拒绝吗？不能。我操！睡了1个小时，这梦真够吓人的。醒了吗？进。林所和相队回来了，有结果。案情已经明了，嫌疑人带回来了。看过精彩的视频，用新手机看更爽。旧手机回收应该去。这次不是转转，是 Tap Tap。新手机当然该玩游戏啦。Tap Tap 游戏品类超全，小到消消乐，大到开放世界，甚至独立游戏、2次元，通通都能找到。搜一下直接下。总之，我推荐找游戏就用 Tap Tap。正在审讯，你要不要去看看？审讯就算了，不感兴趣。案子破了就行。我该回去了。对了，如果明珠的亲人想见她最后一面，可以来找我。普陀路29号泰山百事店。我先走了。两位要买什么？请问岳东大师在吗？你们是明珠的父母？你是？我就是岳东。谢谢大师。要不是你抓到凶手，我女儿她闭不上眼啊！叔叔阿姨，不能跪，先进来。大师，听说你能让我们再见珠儿一面，是真的吗？妈，案子里的被害人父母
那你处理，记得回来吃饭。叔叔阿姨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们节哀。我就这一个女儿，她从小最听话，出门还说回来给我买药。大师，我们不求别的，就见一面，一眼也行。能见，但不是看尸体，那是梦中相见。别跪，想见他就按我的规矩来。像我家珠儿，听清楚，错一步都不行。今晚把纸人放进明珠房间，给他穿上他最喜欢的衣服。纸人前摆一碗白米饭，饭上放3块小木炭，筷子竖插进饭里，筷子中间放一个剥了皮的熟鸡蛋，再点一盏油灯，然后呢，到家门口喊3声明珠的名字。3声之后呢？不要多喊。如果他没来呢？也不要多喊。你们会在梦里见到他。大师，我们给钱，多少钱都给。这是我们家能拿出来的，全给你。油灯和材料钱够了，这怎么行？他已经够苦了，你们的钱留着给他烧点喜欢的东西。还有最后一条，必须记住。你说，第2天一早找个干净地方把纸人烧了。为什么？不烧，他走不了，他会无法转世投胎。记住，只喊3声，别回头，别多喊。说，你这2天去哪儿了？妈，我说了，你别激动。你不说，我现在就激动。我不用参加公考，也能进单位了。哪个单位？治安局。你再说一遍。黎城市治安局特殊人怂引进。我问问你爸，你这2天到底发没发烧？亲爱的老婆大人，有何吩咐？你儿子这2天发烧没有？发烧？没有，壮得跟牛一样。那他怎么开始说胡话了？啥胡话？他说不用公考也能进治安局。什么？你们在店里？我马上到。妈，我真没骗你，我这2天协助治安局破了2个案子。2个案子？现在他们要特招我，进去就是正科待遇。特招？儿子，压力大咱就不考了啊。咱家不缺钱，拆迁款2000万还在银行里，你以后帮妈收租也行。老婆，大儿子到底咋了？儿子哪里不舒服？头疼不疼？爸，我没病。他最近可能压力太大，那得看医生。我找关系，找最好的心理医生。我真是去破案。你破啥案？你大学还没毕业呢。就是你下个月还考试。巧了，证人来了。嫌犯全撂了，作案理由跟你推测的一模一样，你小子神了。考核也过了，等审批下来就是我们战友，22岁的周科己。老林同志，我这边有点家务事，晚点联系。现在还送我去精神科吗？你这2天真去帮治安局破案了？真。特招也是真的？真。正科待遇也真。我骗老爸，也不可能骗老妈。臭小子，你爸就这么不值钱？闭嘴！好，这是老岳家的大喜事儿。爸，胡闹！我这就张罗，全村摆几天流水席。你儿子以后是领导干部，电视上怎么说的？不能大操大办。我就高兴。你是高兴还是想害儿子？不摆了，还是我妈靠谱。大操大办不行，小庆祝可以。给老苏家打电话，晚上来吃饭，记得让婉儿也来。妈，能不能不叫苏婉儿？不能。我今天刚经历完审讯。那正好，继续锻炼。爸，老苏啊，晚上来家里吃饭。对，带上婉儿。别吵，我跟你苏叔说正事儿。关店，我去买菜。今儿高兴，想吃什么尽管说。真的？我说的是儿子，有你啥事儿？那我今天能喝酒吗？准了。得嘞。完了，破案我不怕，我怕他。向队，这么晚有案子？刚从宁局办公室出来，听这语气不像坏事儿。市局李局长拍板了，你的名字已经报省厅，所以恭喜，很快你就是我们治安局的人。这不得感谢向队和林所？少来，这是你自己有本事。那我问个现实的，说，这次协助破案有奖励吗？年轻人买车买房哪样不要钱？按理说你现在还不是正式人员，算协助破案。重点，可能有10万。向队，干嘛？我突然觉得你帅呆了。我还是喜欢你桀骜不驯的样子。嚯，向队还会网络热词。行了，老林让我提醒你，明天去所里的。收到，明天见。老苏，来挺早啊。你胆儿挺肥啊！啊，我是不是说过？说过什么？再叫我老苏，我就来你家给你一个法式热吻。口误。晚了，闭嘴。
姓岳的，这是我初吻，你必须负责。老苏，你不讲武德，怎么偷袭骗我这个大帅鼻的初吻？你少得了便宜还卖乖？你俩站门口干嘛？婉儿，你脸怎么这么红？阿姨，怎么了？岳东他亲我啊！真的？真的。不错，终于开窍了。妈，我……阿姨，他还想不负责。苏婉儿，你等着，等你负责。我们的小岳领导回来了，叔，您别笑话我，八字还没一撇。我问过市局李局长了，推荐已经上去了。这么快？不出意外，3天内有消息。22岁的正科，起点很高。云禾，东子你看着长大的，以后帮我盯紧点。这孩子我也看好，有疑问来找叔。行，那我先去洗个澡。快去，一会儿吃饭。刚才院子里那幕我可看见了，你家白菜主动追着我家这猪下手，你少得意。事实嘛，将军，东子这孩子我喜欢。那你还将我军？女儿能给，旗不能让。如果他跟婉儿真能成，我放心。婉儿多吃点。谢谢阿姨。你今天不正常。你才不正常。你没怼我。给你留点面子。我准备出国留学。真的？我没骗你。去哪儿？想试过。去呗。你会想我吗？羡慕你可以去祸害老外。岳东，信不信老娘今晚不回去，直接在你家睡了你？谁会想你？谢谢你，明珠。谢谢你替我做的一切。精神控物，这东西要是用好了，先去朝阳治安所。岳东，你怎么来了？岳东，你怎么来了？找人找我。哼，听说你又立大功了。哪有？林所和相对给力，我就瞎猜。瞎猜都能破案，教教我。先交学费。林所应该在食堂。岳东，快来！老林同志，相对说你找我，什么事儿？小事儿。你这语气一般都不是小事儿。缉毒那边要我们协助抓一个毒贩。谁？敬彦龙。这小子就在我们辖区各大厂子里活动。那直接抓呗，不能打草惊蛇。你们的人被认出来了。这帮毒贩眼尖，我们的工作人员他们基本都认得。所以今晚你去厂子里帮我找人，只确定位置。对，别冲动，别惊动他。行，你看看，这就是敬彦龙的个人信息。老油子做这行不知道祸害了多少人。这不是有电话吗？确定他在哪儿，不用出门。你小子别乱来，技术手段只能确认信号，确认不了本人位置。你谁呀？嘘，说。老王，你搁哪儿了？你个逼崽子，欠钱不还什么意思啊？你他娘的谁呀？我敬彦龙，不是老王，以后别再打我电话。你跟谁俩呢你？我骂你呢，怎么的？你搁那儿装啥呢？腰里别俩死耗子，你给我冒充打猎的，一顿吃不上3菜，你给我装老大。他们要干死你！有种说你在哪儿？等着，一会儿北斗公园烈士碑，碰碰。你搁那儿装啥呀装？碰碰就碰碰，等我10分钟，老子去干死。这也行？放心吧，让人去蹲着准能抓到。杨经纬，小马，跟我走。对了，你有没有练过擒拿搏击？会一点。有没有兴趣亲自去把刚跟你唠嗑那哥们儿抓回来？走呗。杨正国，小马，你们守东边出口。明白。我和岳东守西边。老林同志，你看敬彦龙那伙来了，别急，等他近点。你在这等我，我去会会他。注意安全。你愁啥？嚯，你个小逼崽子，就是刚给我打电话那个？哼，是又咋的？信不信老子削你？你小子有种，还真敢来！哪嘎达的？别整那些有的没的，你不是要干我吗？来啊！不是哥吹，就你这样的，我能招呼一打。你小子有胆识，要不要来跟我混？跟你混能有几个钱？你现在跟人收债才赚几个钱？少废话，说数。1个月2万，你要是出货多，我再给你10%提成。出货？出什么货？这么多钱呢？这里不是聊天的地方，跟我去厂子里。我们整点白的再谈。白的咱们都是东北那旮瘩的，放心，跟着哥哥不会亏待你。我能控。你说真的，跟你干真能赚这么多？我骗你干哈？杨经纬，小马，过来，人要走了跟上。我操，X7，这可是我梦寐以求的豪车。1辆车而已，跟着我干，你也能买得起。真的？我骗你干嘛？林所，岳东真跟上去了。别靠太近，这伙人不是普通混混。我知道，
你把我带这儿来干哈？这儿有会所呢。瞅你那没出息的样子，走，龙哥带你看点好东西。林所，定位就在里面，别靠太近，别惊了他们。是局吗？发现疑似团伙窝点，请求特警支援。岳东还在里面，动作要快。不是我给你吹，跟龙哥混，1年买房买车，2年住大别墅，3年存款500万。龙哥，这路子听着挺野啊。龙哥，这小子谁？对了，哥们儿你叫啥？哥们儿，我是沈阳大街的李流浪，搁那片打听打听，谁都认识我。我说哥们儿，你光这个大脑袋，一个劲儿瞅我干嘛呢？你说我？对，就说你了。你瞅啥？瞅你咋的？你再瞅一个试试。试试就试试，别吵了。这玩意儿好使吗？别随意挥动，谨防磕碰出意外。龙哥，你这也不行啊，这地方太危险，被人堵了都没地跑。这地我才搬来不久，过2天我就让人挖条跑路的道出来。没有后路，那就好办了。龙哥，啊，你瞅啥呢？瞅你咋的？龙哥，你这智商怎么出来混的？我都替你着急。感动龙哥！一个个来，别抢。就这，一个能打的也没有。不许动！你小子没事吧？老林同志，这才多大点事儿？这群人是亡命徒，你一个人也敢进去？里面已经解决了，你带人进去抓人就行。林所，犯罪分子都已被控制，现场发现2把仿制火器，地下发现大量违规物品，还有火器。这小子刚才是在枪口底下玩命。林所，我刚看了，这帮家伙手上应该都有命案。你知道这有多危险吗？还好吧，一个能打的也没有。对了，我这算不算协助治安局破获大案要案？你小子掉钱眼了，回头记得把赏金给我转过来。林所，里面的东西够他们突出不少案子了。老林同志，你啥表情？便秘了？你这家伙嘴里就没一句好话。难不成嫉妒我又赚钱了？我是那种人吗？把妈字去掉最好。岳东，你知道我在担心什么？担心我这无处安放的帅气？能正经点吗？你短短几天就到了很多人半辈子都到不了的高度，我怕你走歪。老林，你对我有点信心。我好歹村2代，家里2栋楼收租，经济问题不存在。这只是其中一条，治安表面风光，实际处处危险，尤其缉毒。上个月有名同事在家门口被毒贩开车砸死，你别低估贩子的疯狂。今天这事儿，你是不是用了点特殊手段？你想过没有？万一没用呢？万一经验龙没上当呢？万一他们真有火气呢？岳东，你有能力，但能力不是拿来赌命的。以后确实得3思。向大队长，不在重案组待着，跑我们朝阳所干嘛？这么想来，要不咱俩换换？我去重案组，你来朝阳所。少扯犊子。岳东呢？咋的？又有案子？你就不能盼我点好？这次不是我们队有事，是李局让我问岳东。什么事，相队？明珠的案子彻底破了，明天早上要开新闻发布会公布。李局让我问你，问我这案子是实打实公布出去，还是委婉点公布出去？新闻发布会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李局点名问你，你自己想。实打实公布，公众知道真相；委婉公布，可能是为了避免影响。所以不对。什么不对？这不是让我选公布方式，这是考验。李局真正想问的不是新闻发布会。先吃饭，吃完再想。这饭香是香，可这题吃不下去。那就说答案。真让我选，我选委婉公布。但是，说下去，原侦查人员必须处理。为什么？疑点太明显，被害人的手机，他们却只看字面数据，断成自杀。往小了说是不负责，往大了说就是草菅人命。老林欠我1顿酒。你们俩拿我打赌？老林觉得你年轻，肯定会选激烈公布。我那是相信你嫉恶如仇。结果呢？结果你会综合考虑。那老林同志请酒的时候，记得叫我蹭饭。下午我去市局，岳东，你陪我一起去。去哪儿干嘛？见见人，聊聊事儿。有那时间，我还不如回店里守店。你也快是我们治安局的人了。然后下午跟杨经纬去处理辖区的事儿。林大所长，我就吃你一顿饭，你还使唤上我了？你小子以后要当领导，不熟悉基层怎么行？我怎么感觉你在拉我白打工？你从我们治安局捞走多少了？那叫凭本事吃饭。
1个星期20万，再加上五毒分子的事儿，怎么也得30万以上。还有一个花钱买不到的正科编制，账不是这么算的。那也得干活。成，我跟杨经纬去，还不行？下午3点半，别想跑。这可不像升官发财后该有的样子。升官发财没看见，中暑倒是快了。接下来一桩投诉案。什么案？楼上往下水道乱扔垃圾，堵了。好吧。脚步声在楼梯间一层层回响，简称快速爬楼蒙特克。6楼报的警，先去601。有人吗？治安员。来了！警官，你们可算来了！我下水道堵了，澡都没法洗，这么热的天要命哦！姓名？徐大伟。跟楼上联系过吗？联系啥？楼上那人都不开门，一天到晚叮叮当当的，也不知道干什么，一直响。对，烦死了。行，我们去楼上看看。老小区就这样，没电梯，跑一下午，人都废了。基层治安员真不容易，鸡毛蒜皮也得管。你好，朝阳治安所，楼下反映下水道堵塞，我们了解一下情况，有人就开下门。701是吧？楼下投诉你说你往下水道乱倒东西，把人家堵了。碎肉油腻，估计堵了。姓名？张杰，42岁，文字工作者。回头跟楼下沟通，赶紧找师傅通下水道。这大热天，人家澡都洗不了。行，治安官，我马上处理。等等，方便进去喝口水吗？这不太方便，我老婆出远门了，家里乱。那行，不打扰。他老婆未必是出远门。我们治安所每天就这些事儿：下水道、邻里吵架、鸡毛蒜皮。也许你今天碰上大案了。大案？这不就楼上楼下小纠纷吗？难不成还出人命？你还真说对了，楼上那人不对劲。你说真的？张杰头上怨气很重，面相上配有心丧。可办案讲证据，你看到的这些不能立案。我知道，所以要找证据链。先问楼下。年纪轻轻的，你这味儿能把人熏没了。楼上701那户你熟吗？不熟，但他们家经常干架，夫妻吵架是打架，男的经常被干得鼻青脸肿。对，前几天晚上整栋楼都听见了。然后呢？他们打完架的第2天，你有没有听见楼上叮叮当当？有啊，可吵了。什么声音？一直在剁肉，还用了手划骨，嗡嗡的，吵得我动漫都没法看。你确定是手拉瓷？确定啊，嗡嗡嗡，跟装修似的。但他家没装修。声音持续多久？挺久，剁一阵儿，嗡一阵儿，吵得我游戏都打不了。治安官，楼上姓张的怎么说？我昨晚敲他门，他半天不开，再不解决，老子直接拉屎糊他家门上。杨哥，找清理下水道的师傅来，看看堵的到底是什么。你怀疑分尸？是的。岳小子，基层工作感觉怎么样？老林同志，我劝你先洗个澡休息休息，回头有你忙的。你小子又咒我！我没开玩笑。书院小区命案，某东西可能被冲进下水道。我在所里等你们。在证据出来前，别让701的人跑了。岳小子，说情况。我们处理邻里纠纷时，发现701张杰身上有命案迹象，结合下水道堵塞，妻子失踪，他拒不开门，我判断他谋害了妻子。组织通过下水道冲人化肥体，有直接线索吗？现在没有，但堵住601下水道的东西可能就是证据。真是那组织，这案子就压不住了。先别想往上不往上，把堵塞物弄出来，送重案组验。张杰要是察觉了呢？所以现在不能敲701，先拿证据。回去后经纬守楼道，明白？701门口我盯死。师傅，快点，我家真住不了人了。杨经纬，你去楼道。收到。堵得挺死啊，里面有东西缠住了，卡住了。这不是彩叶，我的天！所有人先别碰。楼上那户人家，这是碎软组织还是干嘛？我干这么多年，饭店下水道都没这么多肉渣。今天看到的东西暂时不要外传，人和工具都要配合调查。治安官真害人了。等检测。林所，701里面一直没动静，立刻呼叫增援。是。检测结果出来前，张杰必须看住，他要出来呢，控制住。去重案组1分队，只要是组织，张杰跑不了。林所，701门里面好像有人在拖东西。佳姐，下班中山路臭豆腐，电影走不走？走。你请客，我蹭车。行。别下班了，有命案。佳野，最快树洞分析，先确认是不是人体组织。如果是，提 DNA， 越快越好。今晚电影没了。案子在前。又是你发现的？碰巧。你这碰巧挺要命。
又是你发现的？碰巧。你这碰巧挺要命。我说的是你的本事，小帅哥，看着跟你挺配。我不喜欢男人。DNA 筛查最快明早。辛苦加班。结果出来，我第一时间通知。岳东，我对你越来越感兴趣了。走，去相对办公室，张杰那边今晚不能松。都这个点了，你们俩一起过来，出案子了。你猜对了，疑似恶性命案。岳东，从头说。我先闻到不对，具体点。异常抚慰，被人为掩盖过，但没处理干净。证物已经送技术科，佳琪明早给 DNA。嫌疑人呢？张杰、老杨带2名辅警，24小时盯着，一出结果立刻抓，已经交代。岳东，你次不是碰巧，我很少佩服人，你有本事，心还细，进这一行前程不小。相对，别这么正式了，碰一次是运气，碰这么多次就不是了。这里没事儿，我先回。别急，我正好找你。你的特招，市局有回复了。李局怎么说？你猜？说我是个人才。你偷听了？猜的。还真让你猜着了。李局原话比这个还高，不可多得，大将之才。这评价有点重。还有钱。上次明珠案，市局奖金下来了10万。现在钱？现在钱。缉毒队毛毅也在给你走奖金流程。多少？差不多40万。相对，林所，等你们空了，大餐我请。这顿必须宰你，随便点。老婆回来了，爸，是我。兔崽子，是你啊？咋的？不欢迎？你又不是你妈，我欢迎啥？别杵着，开你小电热，接你我的车，别热到你妈。谁家新车？停咱门口了。儿子，快看，这车怎么样？妈，你买的？刚提的现车，大气吧？老婆，儿子，这车给你工作用的，喜欢吗？老爹，快帮我看看我妈给我买的车怎么样？有什么好看的？不就是奥迪 A6 吗？顶配也就50来万，酸味有点重啊。行了，这是给儿子的礼物。老爹，试试。整得我没开过豪车似的。不是，当家的，你的车我也订好了。老婆大人，我能悄悄问一下，买的啥车吗？宝马 X5。老婆大人万岁！知道你喜欢 SUV， 以前不换是怕儿子学坏，现在不怕了。他大了也出息了，等他工作地点定了，再给他就近买套房。妈，你这一天花100多万还要买房？你马上升科级干部了，住近点，工作方便。这阵仗不会是催我结婚吧？我想他干嘛？女魔头一个。今天高兴，再加2个硬菜。景烟龙那伙人，罪孽比我想的还重。爷爷练了一辈子，也没到这一步。我现在到底算什么境界？等进了省局特殊部门，得找同行问清楚。出结果了，岳东，结果出来了。说，只是结果并不是你们想的那样。哪一项不对？关键证据对不上，我们可能一开始就查错方向了。结果出来了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说，下水道碎肉检出猪肉、羊肉、牛肉，不是组织。毛发呢？是人的，但下水道有人类毛发很正常，不能说明什么。这些结果我和王慧反复确认过，准确率99%。我不是怀疑你们，我是在想，方向是不是错了？如果张杰嘎的不是他妻子呢？那他妻子的心丧之状又是谁造成的？岳小子，佳怡跟你说检测结果了吧？刚挂。会不会是你看错了？不可能。你现在方便来所里吗？10分钟。儿子，买早点啊，带豆浆油条回来。不是，朝阳治安所有急事儿，办事开车去，别骑电驴。妈，我就一个有身份证的人。张杰一定藏了命案。哟，豪车都换上了，我妈奖励的，羡慕你们村二代。我给村二代丢脸了，长这么大第一次这么奢侈。吃了没？接完你电话就来了。走，食堂拿点包子豆浆。岳小子，我信你。你说张杰有问题，他大概率就有问题，但我们不能凭你一句话立案。我明白，现在2种可能。说，要么这是案中案，要么对手太狡猾，故意用猪鱼肉扰乱方向。张杰手上有命案，但未必是嘎七。对，没有证据，我们只能看着他走。你笑什么？
其实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。你忘了我的手段？追踪术法。吃完早点，我来解决。不过还差一样东西。什么？张杰妻子吴冬梅的毛发，用她的毛发追她的七魄亡魂更准。走，去重案组。你们怎么来了？我要找吴冬梅，人不是还没确定死了吗？所以才要找。你要怎么找？用她的毛发追她的七魄亡魂。等我。就是这些。确定是吴冬梅的。DNA 北比光，张杰妻子吴冬梅。她的 DNA 库里有数据。有，她以前在东广那边做过皮肉生意，被抓后留下的。他的社会关系比我们想的乱。如果吴冬梅社会关系复杂，那就不只是张杰。有可能是案中案，也有可能张杰和另一个凶手都在局里。资料都在这儿。吴冬梅，你生辰也换算好了。你真能靠这个找人？找的不是人，那找什么？气魄。天惶惶，地惶惶，人走人散在何方？尊请城隍土地日夜游神，搜寻吴冬梅七魄。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。找到位置了。找到了。在哪儿？不在一个地方。难道是分体？案子有进展。岳小子确定了死者位置，现在就去书院小区。走。杨静惹，盯死张杰。明白。他有没有下楼？没有，从昨晚到现在一步没出。林所，相对，情况如何？我和杨哥守了一夜，701张杰没下过楼，出口只有这里。对，守住楼梯他跑不了。不用找了，确定？就在上面。张杰家里还有吴冬梅。嘉颖，你在楼下等，控制安全后再上。老杨，叫门。张杰，开门！楼下601报警，说你家下水道堵塞还没处理。开门，配合一下。呼叫支援。不用。你会开门？不会。那你怎么进去？简单。这门是往外开的吧？他往里踹开的。没控制好力度。张杰，张杰，没反应，省事儿。支援，立刻支援701，封锁现场。张杰家里真有尸体，其中一处。能撑住吗？确认被害人身份，需要做检验。能。另外2个方向也得去。吴冬梅的尸体还没找去。相对，你们刑侦这一行，是不是经常见这种尸体见得多？像今天这种，我干了20多年，也是第一次。岳小子，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替被害人谢你，也替我们重案组谢你。没有你，这几起案子够我们忙到焦头烂额。我也不是白忙，今天那一脚挺爽。来了，走，去大会议室。发布会在5楼，媒体都到了。李局已经在后台等了。老乡，听说你刚跟老林又破了一起凶杀案。报告老领导，在岳东的帮助下，侦破一起杀妻碎尸案，凶手已抓获，后续正在展开。有案子不怕，能立马侦破就是胜利。发布会结束后再细说，现在先进会场。岳东，你也来。我？你是案子的大功臣，去露个脸。明珠案情新闻发布会现在开始。下面由北斗区重案队长向战通报明珠案情况。这不是自杀，是有预谋的谋杀。此前的明珠自杀案由我们队负责现场勘查，案情复杂，看似自杀，实则是谋杀。经过专案组连日奋战，凶手蔡之前已被成功抓获。蔡之前是翠鸟医疗公司的销售主管。明珠入职后，他隐瞒已婚身份，追求明珠。他起初只是抱着玩玩的心态。6月10号，明珠发现生理期异常，以为自己怀孕了，立刻打给蔡之前。蔡之前让他打掉，他不肯。6月16日早上6点半，蔡之前约他去鸳鸯山看日出，以帮他拍照为由，让他背对悬崖站好，直接借调整姿势将人推下山崖。
案发现场在鸳鸯山，周围没有摄像头。为了迷惑凶手，我们故意将调查结果定性为自杀。这是破案需要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：岳东，22岁，震旦名牌大学大4学生。这1个星期，他协助我们破获了3起命案。向队，能介绍下第3起案件吗？具体案情我们现在还在审讯中，但我可以告诉大家，这是一件恶劣凶杀案。在这里，我也有个好消息跟媒体朋友分享：岳东，省局已经同意我们特殊人才招聘的审批，很快会成为我们历城治安队伍中的一员，进来就享受正科级待遇。我去，谁来掐我一把？我在单位混了10年，也就副主任科员。会不会有黑幕？黑幕个蛋蛋！去看官网案件信息，岳东牛得很。岳东，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当然可以。请问你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？管理科学与工程。不是刑侦专业，为什么你对刑侦这么熟？可能是因为我平常喜欢看侦探小说。你说只是看侦探小说，那你参与破案的能力从哪儿来？你现在还没毕业，直接给正级待遇，是否太特殊？这是不是说明历城治安局在人才聘用上有特殊通道？特招审批是组织程序，案件能力要看事实和证据。那你有没有使用过不能公开说明的手段？公开场合，我只说能被证据链证明的部分。所以你承认有不能公开的部分？所有案件最终都要落在证据上，不能公开的不代表不能审查。应付记者比研究案子累多了。岳东，过来，我给你介绍下，这是安局，主管技术科和宣传工作，以后就是你的顶头上司。安局你好。岳小子，仔细说说这个案子。案子能破，关键不是我，是证据链。现场情况、嫌疑人轨迹、物证对应都能闭合。处理得不错，你有特殊手段，但办案终究要讲证据，这一点你们都做得挺好。你知道我现在想什么吗？领导想什么，我可猜不到。我在想，省局编制怎么还不下来？一天不下来，你一天不算我们的人，我们就得给你赏金。我刚算了算，北斗治安局差不多30万，缉毒大队那边40万。你小子赚钱速度真恐怖。该得的就是该得的，除了赏金，该有的荣誉也要给。老夏，以北斗重案组名义给镇远大学发见义勇为、警民合作相关证书。老领导放心，我亲自交代办公室。岳东马上毕业，尽快办。好了，你们先回去，我还有市里的会。你小子可以啊，嘴皮子挺利索。经过今天这事儿，你要在全国出名了。嗨，我那就是瞎扯一通。知道李局为什么今天把你叫上发布会吗？也许李局觉得我比较帅，适合参加新闻发布会。你小子就装吧。北斗区接二连三出命案，媒体再发酵，什么都写得出来。李局把你推出来，给媒体一个更热的话题。你有了名声，临城治安局的压力也被化解，双赢。领导就是领导，一出手就是王炸。李局让我去发布会，不只是露个脸，想明白了，他要把我推到前台，把媒体目光从离城负面上挪开，也给我铺路。李局用人一向准，他没交代我一句话，这叫信任。回来了，怎么样？硬。老唐和小周审了半天，他一个字不承认，不承认也不否认，就是不开口。老唐怎么说？心如死灰，麻木、绝望，拒绝一切交流。你审了2个小时，2个小时他连眼皮都没多抬一下。证据够，但口供还缺，要闭环就得撬开他的嘴。我可以试试。张姐，我们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说清楚，对你有好处。废物，你就是个废物！情况不乐观。你没事吧？还好。张姐，你还有多少日子？你们既然知道我没多少日子了，就别问了，我没什么好说的。他开口了。我说过吧，岳东这小子不能用常理看。我问了2个小时，他一声不吭。岳东一句话就把门撬开了。这年轻人真有点神。我现在担心的不是案子，担心什么？历城市局这个池子留不住他。我很好奇，你一个写软文的，怎么会跟那粗鲁又满身管事的人搅在一起？救我！别侮辱作者2个字。冰箱里的东西你们都看到了，该怎么判就怎么判吧，反正我也没多少时日了。他刚才眼神变了，他说自己不是作者，这是放弃抵抗了？不，越说不配，越是在乎。难怪你老婆都看不上你，你就是个懦夫。随你怎么说。难怪你写的东西烂，就你这样的懦夫能写出什么好作品？还文字工作者，你就是个垃圾写手。你懂什么？我只看见一个没骨气的人。我有底线，我不抄，我写的每一行字都是我自己的。
凭什么看不起我？我写过网络小说，写过软文、短篇、短剧，只要能用文字赚钱，我都试过。他们不火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我穷，但我的钱干净。吴冬梅凭什么看不起我？她嫌我废物，嫌我赚不到钱，可她又比我干净到哪儿去？你写那些东西赚过几个钱？我嫁给你是倒了8辈子霉。肝癌扩散，做好心理准备。我快死了，他还想霸占我的房子。那房子是我能留给爸妈最后的东西，我不想死后什么都被他拿走。所以你杀了他。他睡着后，我动了手。后面呢？我恨他，我觉得他毁了我一生。下水道那些动物碎肉呢？我想试试，下水道到底能冲下去多少？你原本打算把他也冲进去？对，他就该待在那种地方。口供完整了。忙到现在，饭点都过了，走，姚大炮那儿。姚大炮，老熟人。向队，林所，今天有空过来。姚大炮，上一锅好腊肉，再来点冰镇酸梅汤，绿壳鸭蛋，干竹笋也来一盘。得嘞，你们先坐。这一天喝这个才舒服。这老板跟你们很熟？以前是北斗分局辅警，是把好手，可惜负伤退了。再干几年，本来有机会转变。刷视频累了怎么办？当然是掏出手机玩会儿游戏啦。TapTap 找游戏省事多了，品类超全，小到休闲益智，大到开放世界，甚至独立神作，买断制好游，2次元全都有。社区攻略一步到位。总之，我推荐找游戏就用 TapTap。塞翁失马，我看老板娘挺满意她现在的生活。岳小子，多吃点，别看店小，腊肉是真绝。能得相队认可，那我得多吃。这店不错，回头我得叫朋友来。那你们可得常来。我先敬大家一个，一会儿给你们尝个新口味。什么新口味？老乡前几天带来的鸵鸟肉，这玩意儿新鲜，今天我得尝尝。来来来，鸵鸟肉好了。姚大炮，快端我这儿来，我怕这小子一个人吃完。刚尝了，真不错，比我吃过的任何肉都香。鸵鸟肉我还没吃过，我先来。岳小子，你这是？这菜有问题。小兄弟，你什么意思？我这菜怎么可能有问题？别再碰它。你是说鸵鸟肉有问题？如果我没猜错，这不是鸵鸟肉，那是什么？人肉。是人肉，我敢吃吗？我的命都是项羽林所救的，我会害他们。岳东，说清楚。陶大哥未必有问题，那就是肉有问题。这肉从哪儿来的？不是买的，是我老家亲戚来历城时带给我的。你老家在哪儿？庆市，就在历城隔壁。街上买的？他说是在镇子街上买的。还有没煮的？有，全在这儿。装仪式，马上带走。切过这肉的刀、锅、砧板都不能再用。真有这么邪门？你刚才吃了。立刻找柚子叶熬水喝，再用水清洗全身。厨房里碰过这肉的东西都别再用。我记住。3年内别吃狗肉，可以的话去香火旺的道观求点香灰带着。现在最要紧的是检测结果，你确定这是组织？十有八九。刚破一个碎尸案，又来一个。如果是真的，必须尽快找到源头。又有案子，什么时候要结果？尽快。我和王慧扛得住。这是不是又是你发现的？这次指定有问题。我就知道是你。开始检测。总算能安静看看了。不一样了。真的能遇我？多破案，多功德，那以后是不是能遇见？太黑暗了吧！22岁正科，你先去看案子，1周3起命案，你行你也上。小哥哥又帅又能破案，这配置真实存在。1.9分都能看出凶手，这人有点神。
毕业的事要紧，先回导员。岳东，你可算接电话了，恭喜啊，最年轻的重科级干部。宋导别抬我，只是享受重科级待遇，又不是实职。重科级待遇还不满足，导师都羡慕了。注意身份，宋导。说正事，重案组把景章建议为证书寄到学院了，院领导说毕业典礼你上台发言。我能不去吗？不能，别人想上还没机会。好吧，回学校请我吃大餐。行，让我大出血一顿。完了，他不会真杀过来吧？他要是来真的，我今天清静不了。姓岳的，你死定了！你在哪儿？你家门口，还不下来给老娘开门？看够没有？你怎么真来了？谁让你不电话？怎么样，好看吗？你今天这是？听说你们男人都喜欢这种风格，我特意去买的。你先进去说。不急，你先解释为什么不接我电话。岳东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想不想？你咋来了？老苏，你再胡闹，后果自负。我哪里胡闹了？再闹，真要出事。出什么事呀？这次不能只算你赢。那啥，爸妈，婉儿眼睛里面进了沙子。婉儿也在呀，正好，一会儿我给你爸打电话，让你爸妈晚上过来吃饭。我开车去接叔叔阿姨。走，婉儿，我们一起去。快去吧。老苏，你可是害惨我了。哥哥，我还要。各位义父大人，《纸浆断案》这本书会一直更新下去，因算力不足更新慢，等不及的宝子们想看后续，可以到这里看精彩后续。感谢义父支持。